男人背着妻子将女儿侵犯了。可就在他借口让妻子去拿外卖，准备再对女儿伸出魔爪之际，不料妻子刚开门就被蒙面歹徒枪杀了。而当警察接到消息赶到后，发现不仅妻子被杀了，父亲和女儿也都中枪，不过只有女儿还有抢救的可能。殊不知这起极端惨案都是因为妇女越界引发的，但凶手却是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而就在这时，邻居父子突然冲了过来，急切地打探起了情况，尤其是女儿爱美的状况。但当得知她在医院后，男孩竟埋怨起了自己父亲，声称这都是你的错，这一看就是他们知道点什么呀。随后男孩解释，我是爱美的男友，本来今晚他是要来我家写作业的，可我爸不同意，如果他来了就不会被射杀了。接着经过询问得知，男孩和爱美是一见钟情，但父亲担心他俩过早发生关系。不过男孩很是克制，他自称我俩都保持着童真，甚至还让爱美做了禁欲宣誓。可老爸就是不放心我们。然而这些暂时都不是警察想了解的，最后还是老爸提供了一条线索。他称1个月前曾见到过一辆警车出现在了爱美家门前，可能他家发生过什么事。于是接着警察就来到了片区派出所，拿到了当时的出警记录。结果显示那是一场家庭雇员纠纷，保姆控告爱美的父亲广坤袭击她，而广坤则称保姆偷了家里的首饰，因此警察推测命案是保姆实施的报复。不过却也有点牵强，哪知这时其他人又有了发现。他查到保姆有个罪犯哥哥，半年前才刑满释放，当时就是因为持枪抢劫入狱的，所以凶手极有可能是他。既然有了嫌疑人，大队长则立即指示快去查。然而保姆对爱美遇袭也很是伤心，她几乎是自己看着长大的。但当警察提起1个月前的出警后，保姆坚决否认偷了首饰，称是广坤说谎了，他是个赌徒，因为欠了债，所以把妻子的首饰典当了，可却推到我头上。我在他家已经干了14年了，不可能偷东西的。但警察还是要他提供不在场证明。保姆称我当时在圣经研讨会，谁知警察又问起了他的哥哥在哪，结果哥哥正带领那次研讨会，同时保姆也保证他与这件事无关，哥哥早已皈依佛门了。可对此警察还是需要求证，然后就来找上了保姆哥哥，而哥哥也表示那晚在这领读，但警察需要有人证实，于是哥哥就提供了研读会的6位成员名单，他们可以作证。然而就在这时，医院突然传来了消息，爱美终于醒了，虽然子弹射在了她的脑壳上，但幸运的是没击中大脑。可是爱美对于遇袭的事却是记不得了，当她问起父母怎么样了后，警察却是不知如何开口。但从俩人的表情上，爱美已经猜到了什么，而在确认父母真的死了后，她一时难以接受，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见状，警察只能暂停审讯，可也发现了一个异常之处，随后就问医生为什么给爱美用抗病毒药，这也许与破案有关。不料医生很是不以为意，称因为发现爱美有生殖器疱疹，但对性行为活跃的14岁女孩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然而这对警察来说却是大不寻常，因为男友曾说过，俩人都宣誓禁欲的，很明显爱美并没有遵守誓言。这也许是个调查方向，哪知男友父亲坚称儿子和爱美没上床，并且儿子也没疱疹，因为他刚做过体检，还是个14岁的孩子。但经验丰富的警探们却看出男人对爱美有看法，于是父亲坦言爱美有点太主动了，俩人进展太快，爱美有很强烈的需求，可说是非常渴望，她就像牛皮糖一样黏着我儿子，但我却不知道她是出了什么问题。不料警察却想到了很多，随后俩人分析，爱美妈经常出差，青春期的女儿总是跟广坤独自在家，她说自己是处女反而感染了生殖器疱疹，再加上广坤有酗酒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她的尸体进行性病检测了。而结果真的如料想一般，广坤和女儿感染的是同一种类型的疱疹。既然已证实爱美和广坤有染，那知道他俩关系的人就可能是凶手了。随后俩人又来找了爱美，直言我们已经知道你和父亲的事了。起初爱美还装糊涂，可警察就这么瞅着，整得她突然就慌张起来，竟吞吞吐吐试图为父亲辩解。见状，警察赶紧安慰，这没关系，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是你的错。随后就问起了经过，爱美也就老实交代了。 Last February, we went skiing in Vermont. My mom had to leave early. Just the two of us in the cabin. First night, he'd been drinking. Is that the only time that it happened? No, it wasn't. He drank a lot. 也就是俩人经常发生关系，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广坤都已经死了。那警察就问起还有谁知道这事，可爱美摇头。其实警察最想知道男友知道不料爱美当时就激动了，予以了否认，看得出她需要心理疏导。于是警察劝她可以跟别人说说，让他们帮你，不必独自承担。哪知爱美竟大喊，最好的帮助就是确保不让男友知道，否则他会觉得我恶心。言下之意就是男友还不知道。然而警察却猜测爱美这是在为男友打掩护，因为男友可能就是凶手，杀死广坤来阻止乱搞。可问题是他为什么也是爱美呢？于是警察就又审问了男友，想确定他是否知道爱美的秘密。然而男友只知道广坤是个混蛋，整天喝酒赌博啥的。可警察还想进一步问，爱美提过和广坤独处的事吗？这倒没有，只是她很压抑，因为爱美和保姆很亲。广坤解雇了保姆之后，她大部分时间会来我家，甚至爱美还会逃出家门去找保姆，求她回来继续工作。爱美没办法忍受跟广坤独处，所以这么看来，警察又认为保姆更可能是凶手了。于是接着就把保姆传唤来派出所进行了审问。保姆当然狠批了广坤，称他就是个魔鬼。而这更让警察认为保姆为了保护爱美会去做任何事。结果保姆也承认了，但反而也证明他不会开枪射爱美的，这点警察倒是相信。所以他们怀疑真正动手的人是保姆的哥哥。然而哥哥也是一副死不承认的样子。
而就在警察拿他毫无办法之际，突然传来了重要消息，法医的检测报告出来了，从艾美头骨上取出的子弹上有广坤和他自己的 DNA， 也就是说子弹是射穿父亲后才击中艾美的，因为少了很多冲击力，所以艾美才得以存活，也证明目标不是他。显然凶手没打算杀艾美，那么保姆哥的嫌疑就立马变大了，可得好好审审了。随后他们改变策略，对哥哥谎称刚接到一个坏消息，艾美已经死了。哥哥当然认为不可能，于是警察编造是术后癫痫引起的，这让哥哥一时难以接受，因为他和艾美的感情也很好。接着警察又拿出了法医报告，直言你的秘密已经保不住了，艾美正在天上看着你呢，他也知道真相，而这让哥哥越来越内疚，开始不停祷告起来。最后在警察不断的心理攻势下，终于忍受不了心中对艾美的愧疚，坦白了一切，是我射的父亲，但没想到艾美就在他身后，又凑巧击中了他，他本不该在那里的。随后警察就把这消息告诉了保姆，结果他当即变了脸色，表示哥哥在说谎，他是要保护我，其实一切都是我的主意，因为广坤在性侵艾美，他说想要自杀，我们得拯救他，至此总算是抓到凶手了。可还有个问题是，保姆哥怎么知道艾美那晚应该不在家的？大队长认为艾美也涉及其中了，但警探还想将他当成受害者，整的大队长不得不下严令调查清楚，好像真相正是他们最坏的猜想。随后警察又来找上了艾美，虽然他们于心不忍，但还是说出了调查结果，保姆兄妹都已招供了。结果这倒把小男友惊呆了，这么看来他还真是清白的，而男友更糊涂了。接着警察劝艾美告诉男友真相，可却遭到了艾美坚决反对，小男友则更疑惑了，于是警察不得不让他明白，到了审判的时候就没有秘密可言了，还得被拿出来大说特说，所以现在最好是你亲口告诉他。而眼见事已至此，艾美只能选择委婉的和盘托出。起初清纯的男孩还听不懂，可艾美真的难以启齿，不料整的男孩更急了，信誓旦旦无论如何我都爱你。然而还没等艾美说完，警察突然此时直奔主题，问保姆哥坦白时一直说你不该在那里的，你当时真的应该不在家吗？哪知男友接话证实艾美当时应该在我家的，所以问题就来了，保姆哥是怎么知道的？至此艾美只得坦白，保姆兄妹是想要救我，所以我告诉他们那晚我不在家，但父母都会在家，我本该在男友家的，哪知他父亲却将计划都打乱了。不过警察还有个疑问，就是杀父亲是有理由的，那为什么也杀母亲呢？不成想艾美竟解释父亲只是可悲，因他无法自控，但是我的母亲，我却更恨她，因为她知道却放任不管。保姆和我都试着告诉过她，然而母亲仍是丝毫没有采取行动，原来这才是真相，这也算艾美坦白了，那接下来就是逮捕她了。不料男友却不同意，好在艾美极力劝住了他，并不停念叨着我自由了，我现在自由了，因为在他眼里摆脱父母比什么都值得。结果到头来又是一场悲剧。